813战争一起，报纸的态度大变，各报都纷纷改为英籍美籍，借以维护。然而英美两国，日本人已认为是敌人。一天，禽兽欧有个朋友和他说，将来无论英籍美籍报纸都要停刊。现在德国方面要办一张大报，名为《正会报》，缺少一个总主笔，他们想来想去，主意于你。禽兽欧心想，自己从未做过总主笔，也想尝试一下，但是一定要提早把秋海棠结束。因此他把秋海棠原定的情节改为主角秋海棠跳楼自杀，这样就可以提早把这部小说结束了。谁知道这一改写，倒把秋海棠生平的苦难提到了极致。结尾秋海棠的女儿美宝赶来，报师大哭等，更加强了悲哀的气氛，读者人人泪如雨下，全篇也就匆匆结束了。不料禽兽欧对办报纸没有经验，花了许多时日，买白报纸，买印刷机，组织编辑部等，很快将德国人提供的一笔巨款化为乌有。正会报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特色，只出了3天，销路凄惨，而经济来源断绝，第4天就停版了。禽兽欧来和我商量，他说，本来秋海棠还能拖长几个月，现在反而无事可做了。我说，现在话剧兴起，你这个秋海棠小说大可以改编为话剧，一定能够叫座。哪知写小说的笔调与写剧本完全不同，一部小说改成了剧本，送到卡尔登·黄佐临手中。黄佐临说，秦先生，你的小说写得很好，剧本就一无生气，而且场子不够，上演起来时间不会超过1小时。黄佐临说完这话，就把剧本推了。禽兽欧大感失望，败兴而返，在我家中不断叹气，认为牺牲了许多精力才把它改编为话剧，都白费了。那时节，我认识很多身曲界中人，他们有病都来找我看。有一个班主叫王小新，我问他，你看过《申报》上的秋海棠小说吗？他说，我对于报纸上的小说向来不看，所以秋海棠说些什么我不知道。我说，有一个剧本，你可以拿去看看。他看后觉得情节很能感动观众，后来竟然排演起来，于是正式上演。万料不到演了几天之后，观众越来越多，打破了申曲巷所未有的记录，禽兽欧也拿到了一点上演费。禽兽欧心里还是想把秋海棠搬上话剧舞台，又邀约黄佐临、费穆、顾仲仪3人去看申曲秋海棠。这3人本来认为申曲是民间戏剧，很勉强的去看了，但是一看之后，觉得秋海棠的剧力的确很强，回来之后就和兽欧商谈，认为秦的剧本写得太简单，不如由佐临重写，并由一流演员担任主演。石灰演秋海棠，神民演罗香琪，英子演美宝，所有的灯光布景刻意求工，就在卡尔登上演。石灰演红英子病倒，当时石灰已经相当红，自从饰演了秋海棠一角之后，更是红得发紫。演军阀元宝翻的是又高又大的穆红，演美宝的是瘦弱而又可怜样的英子。这几个角色搭配的真是珠联璧合，一上演卖座就旺得很。当时费穆也料不到会有这般盛况，他说这本戏大概可以演20天，却料不到天天满座，演了好几个月。照卡尔登普通售座的常例，预售票以3天为限，但是秋海棠上演之后，天天挂出一块牌子，写着金、明、
后3天满座，这种盛况真是向所未见。连续满座了相当10日后，许多演员都吃不消了，所以全部改为 A、B 制演出，如石灰演秋海棠 A 角，B 角由张伐出演，其他角色也都由 A、B 制演员演出。石灰1915至1957，原名玉涛，影剧演员、导演，天津人。1940年后，在上海参加中国旅行剧团、上海剧艺社等剧团演出，加正气歌、秋海棠、大马戏团等多部话剧。1947年后任文华影业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兼导演。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自杀，有话剧皇帝之称。张伐的秋海棠也演得不错，其中独有美宝一角找不到第二个人来代替，只好天天由英子出演。因为演这个角色又要哭又要喊，所以到后来他声音嘶哑，禽兽欧特地陪他到我诊所来看病。诊断之后，我觉得这不是普通疾病，而是肺病的破金因，我就对寿欧说，这不是小毛病，应该先去拍一张 X 光片。那时节，我于每天看门诊之外，下午5至7时，还在虹桥疗养院担任中医一席。虹桥疗养院9个医生全是西医，中医只有我一人。我约定了禽兽欧和英子到虹桥疗养院去拍 X 光片，照出来的结果显映出两边肺都有结核的迹象，这是速粒性肺结核。我轻轻和禽兽欧耳语，肺病本来拖2-3年无所谓，但是这种速粒性肺结核，中医名为百日痨，发病之后病势如骏马飞腾，100天左右是会死亡的。寿欧听了我的话，急得跳起来说，美宝一角实在找不到第二人。但是病势所致，英子只好请假，后来由另一位女演员汪一代替英子演美宝。第2次世界大战开始时，发明了盘尼西林，丘吉尔患肺炎是这东西医好的。盘尼西林又能治肺痨病，所以一般人称其为肺病特效药。这药品起初价格昂贵，有钱的人家拼命向来往香港、上海的单帮客购买。英子生上这个病，也非注射盘尼西林不可。于是卡尔登及剧团同仁以及话剧迷都乐于捐款挽救英子的病，曾经筹到一笔很大的数目。虹桥疗养院病房的费用由我负担，医生费用由院长丁惠康负责，筹募到的钱专供英子购药及调养之用。